因此啊，中国统一的障碍看起来是台湾民进党政府、台独分子以及被他们裹挟的台湾民众，但实际上最大的障碍还是在太平洋的彼岸，因为有些美国人就是靠分裂台湾吃饭。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今天这一期我们说的是频繁炒作美台军事交流的美国人就是靠分裂中国吃饭。上几期节目里面我们讨论了美国教官在台湾活动的事情，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闻，不过是有人在炒作而已。但是一些国内分析人士从新闻炒作中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迹象，似乎有人非常希望台海战争早点爆发，甚至希望两岸激烈对抗。回顾一下从1949年以来的两岸关系，我们会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影。其实也不需要有什么忌讳，这个黑影就是美国。有相当多的美国政治或军事界的人士压根儿就不希望中国统一，甚至不希望两岸保持和平的状态，因为他们所属的那个利益集团就是从分裂冲突或战争当中获得利益的。总的来说，这样的人分成几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专门针对太平洋方向的军人集团，另一种类型是通过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而获得利益的军火工业集团，再有一种就是台湾方面出钱收买的政治游说集团。当然美国秘密情报界或许也可以算是一种从两岸关系紧张当中获得利益的集团。这些人从中国不能统一的现实当中获得好处的方式方法不同，具体手段不同，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绝不能让中国实现统一，无论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都不行。一旦中国统一，他们谋利的机会就没有了。我们来具体看看这些人怎么赚钱的。首先是谈军人集团，在第一岛链上和中国对抗面临的可能是一场高强度的战争。中国是一个核大国，解放军的战斗力正在日益现代化，那么第一岛链驻军就可以申请相当庞大的军费来开展战场环境建设、装备采购、组织不同规模和强度的军事演习，实施海空巡逻或野战部署。特别是还有一小部分人会部署台湾，对台湾的军人进行培训或协同演习。所有这些行动都有额外的津贴的。特别是派驻到台湾进行培训活动的军人，不但可以享受到美军的出差补贴，台湾方面还会把他们当作贵宾，好吃好喝好招待，听起来就是美差哟。军火集团的利益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通过美国政府的各种机制向台湾出售质次价高的武器装备，不但价格比正常军火交易高了好几倍，而且决定权根本就不在台湾手里。比如今年的捕鲸叉导弹采购案，台湾军方根本就不想买这种老掉牙的亚音速导弹，结果美国方面勃然大怒，要求台湾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东西买回去，否则就要他们好看。结果台湾国防部没有办法，只能向台立法会申请了一笔特别的预算，把波音公司生产的这种老式导弹全部照单全买。至于台湾收买的这些反华议员，那几乎是明码标价的。著名的反华议员罗比奥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位参议员经常发表一些违反常识、缺乏智商的反华言论，听起来就是笑话。但是在充满了对华偏见的美国社会当中，罗比奥的这些言论居然还有相当市场。另外，台湾方面还出钱供养了相当一部分美国的智库。美国秘密情报机构和台湾的合作就更加恶毒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类的单位因为人种的问题、语言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开展情报活动有巨大的困难，因此就通过台湾军情局在大陆上建立情报网，刺探军事情报。事情暴露以后，坐牢杀头的都是台湾派遣的特务，中央情报局却坐在自己的蓝利总部里面安然无恙。如果大陆成功统一了台湾，或者是两岸关系走上了缓和，开展正常的三通，同文同种的中国人都会自然而然的会找到一种办法来实现和平统一。但是这严重违背美国的利益，是一定会遭到美国有关利益集团的疯狂的阻挠和反对。这也是每过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会传出一些消息，
说美军如何在台湾开展活动，如何做了违反3个联合公报的事情。在这些利益集团看来呀，大陆和台湾最好立刻打起来，大陆被台湾击溃，两岸进入武装对峙的状态，那才是他们更容易上下其手的局面。因此啊，中国统一的障碍看起来是台湾民进党政府、台独分子以及被他们裹挟的台湾民众，但实际上最大的障碍还是在太平洋的彼岸，因为有些美国人就是靠分裂台湾吃饭。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